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调理我们肩膀疼痛、肩周炎，还有我们的肩膀抬起来受限的方法。如果说你的出现这些问题以后呢，你试了很多的方法，比如你锻炼、运动、贴膏药都没有得到好转的情况下，那今天呢，认真听我下面讲的这个方法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去讲一讲。像我们的肩膀疼呢，刚开始调理可能是比较好的，有的人时间长了，像举手受限，有的人抬手只能抬到这里，再往上抬，像这个肩膀头这个位置呢，这个关节呢像卡着一样，然后怎么抬不起来，然后怎么样让它去变得越来越好呢？这个时候你再去治它，越按越严重，而且还不见减轻，那我们就来干什么？就来换一个方法，就来把我们的对侧的腿给它疏通开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检查一下你的腿哪个地方是疼痛的，哪个地方有结节，哪个地方硬，就是不通的地方，痛的不通嘛。那我们把它疏通，从大腿往下。好，比如我们推内侧，当你推到不通的地方，就把它去给它按揉开。如果说你这个地方痛，那我们按揉的时候呢，基本上你把这揉开了，你的肩膀呢也会慢慢的变轻。好，这是一个方法，就是找你的大腿上和你的小腿上不同的地方，包括我们小腿的内侧，这都要按开。还有我们的小腿肚，有的人的小腿肚呢，那个肌肉特别的僵硬，就这样一摸特别的痛，特别的硬，甚至里面有特别硬的结节。像这种情况，我们一定要给它疏通开。你要没有事的话，把你这个小腿疏通开，坚持去做，你会发现你对应的这个肩周炎的，还有肩膀疼痛抬不起来，会越来越好。好，这是找我们的腿和我们的小腿，大家记住啊，疏通小腿很简单，你可以用手去敲，也可以用手这样按捏，都可以，自己选择适合的方法，也可以拿你的经络牌去拍打都行。这个疏通我们的大腿、小腿，还有我们腹部沟呢，是来帮助调理我们肩周炎。就是你的肩周炎用了很多方法，怎么样都不好，手臂抬不起来，就按这个方法来试一试。按刚刚我来讲的，后面我给大家讲的是疏通大家的两个小腿。大家没有事了，可以在睡觉之前把两个小腿呢，给它按一按、揉一揉、敲一敲。小腿疏通开了以后呢，坚持去做，你的气血会越来越足，而且你的气血足了，整个人呢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好，大家今天呢就学到这里。想学习更多的养生运动呢，点击左上角关注我。遇到什么问题呢，可以私信我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，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敲胆经。敲胆经这一个动作呢，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。然后每天呢早上起来呢就去敲一敲。敲胆经呢可以帮助我们疏通你的大腿，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阳气、生气血。那你的气血不足了，导致你的脾胃不好、消化功能不好，还有一些人失眠多梦，以及我们的心血不足的，都与我们的气血有关系。那么我们去敲胆经，它可以帮助你生阳气、生气血，它是很好的去帮助你解决以上的这些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经常的早上起来去敲一敲胆经。那敲胆经怎么去做呢？下面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去做敲胆经。首先呢，我们站在这里敲的话，就把你的脚尖点地，脚跟抬起来，这样的话，你的臀部到你的大腿这一条经络是放松的，就是膝盖上方，大腿外侧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可以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的话，然后整个腿是放松的。但是我喜欢的是这个位置，因为啥？因为这个是充分放松了。你坐在那里，可能你的屁股这个地方还不是很放松。那我们敲胆经第一下呢，要敲在你的臀部的中间，第一下敲在臀部的正中间，这样，一，敲完了以后呢，那第二下往这个大腿这个地方来，第二下，二，第三下大腿的正中间，外侧正中间，第四下膝盖的上方，好，四，这4次基本上把你的臀部到大腿这一段全部敲了，4次为一组，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这是
敲的次数以及路线。那我们用的力度呢？力度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做力度适中。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堵得比较狠，那你刚开始敲的时候上来用了很大的力气，那你敲完以后第二天可能起来一看，哎，大腿是青一块紫一块的。那我们一定要力度适中，好，力度这样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4次为一组，要做多少呢？一般情况下大家做200次，这个比较少的。如果根据自己的情况，要是你想多做一点也可以，当然了，一定是自己承受的范围之内。好，这是我们去敲。好，敲完一边呢，要换另外一侧，就是我们去把一侧敲完了，也把另外一侧给它敲了。好，刚刚给大家示范的是右边，右边看的比较清楚。大家敲的过程中呢，可以先敲左边，然后再去敲右边，就是把左边的先敲掉。1、2、3、4。当你去练的熟练了，你很自然的4下，1、2、3、4，就均匀的给它分开了。敲打铃呢，大家早上起来敲，刚开始敲到的就是可能会出现什么？出现口苦啊，然后呢，出现口排异味啊、口臭啊。那有些人敲完了以后呢，会出现什么？睡眠增加了，就是睡觉比较多，然后呢，特别容易困。这种情况呢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不管白天还是晚上，尽量多睡一睡，把你的以前缺的觉给它补一补。那随着你敲打铃以后呢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少熬夜。如果你能不熬夜，睡好觉，那么你身体呢很多问题呢，其实就迎刃而解了。所以呢，敲打铃特别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希望大家呢坚持去做，因为它对你的身体呢是非常的好。这节课呢就为大家讲到这里，想学习更多的养生运动，点击左上角关注我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。在夏季呢，天气比较热，像我们吃冰的、冷的，然后以及凉的水果呀是比较多的，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吃冰西瓜。一吃呢，时间久了以后呢，就会感觉到什么？就感觉到腹部不舒服，包括我们的胃出现了胃痛啊、胃胀呀，然后稍微吃一点东西啊，就胃难受呀、不消化呀、打嗝呀。有这种情况的家人们，可以在下面打1。既然有了这种情况，大家一定要忌口。首先呢是少吃冰的、冷的，吃冰的、吃冷的，对我们的胃呢伤害是非常的大的。而且你吃的这些冰的、冷的，到你的体内的不光是来降低你身体的温度呢，而且这些寒呢，基本上是有的排不干净，排不出来，就会积聚在我们的胃里，积聚在我们的腹部。有的人的肚子一摸，冰冰凉凉的，特别冰，那就是你长期的寒气啊、湿气啊积聚在这里导致的。那你寒湿重了以后呢，你的气滞、血瘀都会来了。有些人再严重了，会产生痰，什么痰湿啊，是不是？有痰了以后呢，你就生各种各样的病。那我们一定要去先控制我们的嘴，少吃冰的，少吃冷的，这些都是让我们身体产生寒湿、产生痰的一些重要的因素。另外呢，我们今天为大家讲的是，当你的胃如果真的出现不舒服了，在这个季节吃点烧烤呀，再喝点冰啤酒啊，或者胃难受啊，或者想上吐啊，这种情况呢，我们来去自己给自己调理，就是干什么？就是来敲我们的大腿的正前方这一条线。当你晚上吃坏了，感觉回家不舒服了的时候呢，或者胃难受，就可以先试一试，先去把这个地方，大家可以去用手空心拳去敲了以后呢，它可以帮助你快速的缓解。如果没有缓解的呢，大家要及时的赶快去检查去就医。能缓解了的话，就去坚持把它敲好。这只是说对于我们出现了感觉了以后呢去敲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平时敲到它干什么？来去保养我们的胃，帮助你的胃消化，让它排寒排湿。就敲这里，手呢握空心拳，从你的大腿根这个地方，好，开始1、2、3、4，敲到膝盖上方。在敲的过程中呢，有些人感觉到特别痛，就是疼痛的点，
疼痛的点呢以后呢，找到以后呢，可以多敲一敲，把这个疼痛的点力度由轻到重，慢慢的去敲，给它全部敲开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对吧？多敲一敲，敲开了以后呢，你会感觉到，哎，整个这个地方越敲，然后胃这个地方越舒服。有的些人敲了以后呢，会出现打嗝、放屁的现象，这都是正常的。坚持，敲多少呢？自己定。你可以每天敲个3、5分钟，或者是每天敲个100到300下都可以。敲完一次呢，要换另外一侧，另外一侧也是手呢握空心拳，把你的脚跟呢垫起来，脚尖点地，这样它才充分放松，你的力度呢自然的落下去，才能渗透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继续把这个敲下去，1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， 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敲我们大腿前面的这个胃颈，来去帮助我们调理胃胀、胃痛啊，然后以及胃不舒服。大家在练习的过程中呢，遇到什么问题，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和老师私信。没有讲到的问题呢，想咨询老师也可以。下期见，谢谢。